过山车爱好者们都关注了哪些过山车呢？一起来看看中国10大好玩过山车。以下排名不分先后。是密林游龙过山车。这台过山车轨迹更加精悍，浓缩主题包装，声光特效是给这台过山车的超级加成套餐。夜晚在地面投射灯以及车侧身 RGB 灯的交响映衬下，显得美轮美奂。同时，过山车体上车载音响的立体声也表现惊人。这台过山车为比较传统的翻滚，不仅有竖直回环、螺旋这些比较常见的，还有蝙蝠翼翻滚这类文艺复兴级别的。在这样的衔接下，还让整体的重力动态变得更具有张力，元素流畅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9复仇之光过山车，这是一台弹射过山车。弹射过山车近年来在国内普及，不过非往复式的3弹射国内尚属首台，轨道唯一的一个翻转，与第3次弹射的驼峰坡共用支架，仿佛2道霓虹拱门，横跨在一落要塞入口的上空。复仇之光的设计相比原版猎豹过山车，继承了一些贴地扭动，也移除了中段刹车。尽管轨迹长度有所缩短，但新设计的侧倾转弯和斜抛、加长的翻滚元素，极致后衔接的180度高速转弯，额外增加的3处抛射小山坡，使得整体元素衔接更加紧凑，连贯动态起伏更大，更具有戏剧性。8炫酷飞驰过山车，这是一台自旋过山车。最特殊的点在于，这是国产厂商第一部运用 OSM 直线电机的弹射式过山车。炫酷飞驰过山车全程位于不仅主要采用声光效果结合，给乘客们带来多个感官上的刺激体验，这也是 JoyPods 室内乐园的一贯做法。值得一提的是，炫酷飞驰的高度只有 14.6 米，车辆最高速度也只有50公里每小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台偏家庭的过山车。往复弹射、贴地高速弯道扭转、侧抱 S 弯扭转，这些都是现代大型过山车的常用元素。在这个空间十分有限的乐园中，金马公司另辟蹊径，剑走偏锋，在小跨度做出了大精彩，将这些元素浓缩得十分紧凑，在尽可能小的空间中创造了十分复杂而惊艳的乘坐体验。其弹射式过山车，这台过山车出站后左转弯进入发射区，由滑块带动车厢发射气动弹射，给予了相当暴力甩背感，绝对不输其他任何弹射方式。随后列车以13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滑升上 Top Hat， 饱览全园风光后冲向dive，进入时那凶悍的拖拽变化和扭转，让人直呼过瘾。经过一个失重坡的猛烈抛射后，过山车左右扭转，上下起伏，最后驶入刹车区，结束这段核弹爆发一般的高能旅程。6勇甲天下过山车，这台过山车运用普通链条提升，并采用扭转下坠，这和最近很火的西安乐华的闪电过山车很类似哦。这是衔接全国第一个 Zero G 零重力倒挂元素，从底部的超重状态瞬间切换至倒挂漂浮，再转向回正。在接下来的旅途中，6滩山坡与翻滚元素轮番上阵，全程顺滑如丝。更值得一提的是，列车在旅途中还会2次穿越站台，从头顶传来的呼啸而过的尖叫给站台上等候的游客带来极大的视听震撼。新版威克马过山车的走向倾向去使用现代的轨道设计，将传统元素连接，最终得到极其流畅而富有张力的产品。而勇甲天下更是在这方面玩到了极致。炮弹穿梭过山车，这台过山车十分吸引，刚开始建造时便吸引了不少爱好者的目光。由于前期广场经营能力不佳，这台过山车停运，多年后谁能想到它还能起死回生呢？2022年海游梦幻乐园从6月18号开始营业，这台神秘的室内定制轨迹过山车也随之开放。
过山车的轨迹充分利用了室内建筑结构，使得它有着十分极限的净空距离，视觉上创造出一种随时都有可能撞到柱子和墙上的视觉冲击。虽然定位是家庭过山车，但在运行时仍保留了一定的速度感。坐在后排，甚至能在下坠时品尝到些许失重。单论稀有程度，这台车绝对值得爱好者们专程前去打卡，收入囊中。极速狂飙过山车，这台过山车采用了岩石包围的包装形式，只不过质感上换成了更光滑的块石，建筑上用回了中国风的古建筑，符合融创乐园一贯的本土化包装策略。极速狂飙主打的是高速冲刺、扭跃和各种侧倾，第二弹式的力度相当过瘾。当然，坐车途中如果天气比较好，你可以看到远方的雪山。虽然没有特别多的失重体验，但是速度、加速、穿梭感都十分出色，是一道相当丰盛的轨道大餐。3达芬奇飞翔过山车，这是一款与众不同的过山车。这款过山车提升后，采用失重感更强的直接下坠，而并非同类过山车普遍设计的俯冲下坠。许多 BNN 的过山经过一系列紧凑的元素后，会进入一个相对缓和的区域，以控制整体节奏。达芬奇飞翔并没有给乘客喘息的机会，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既没有中途刹车，也没有宽翼过山车标志的线性翻滚，设计风格独特新颖。达芬奇飞翔融合了许多巨型失重、扭转过山车的元素，避免给乘客制造更多的侧向受力。翻滚的布置也是因地制宜，不为了增加元素而增加元素，而是更注重每一个坡、每一个弯的设计。也正因如此，达芬奇飞翔创造了非常出色的失重体感。2传奇双龙过山车是中国第一台往复式弹射双螺旋过山车，出自 Intamin 公司。成为世界最高的双螺旋往返弹射过山车。噪音比以往的 LSN 更小，过山车的运力也比以前同类产品有所增加。传奇双龙的弹射部分，一改爱好者们对于摆荡弹射力小的固有概念，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推背感。冲上云霄过山车，站台静止弹射，推背感持续增强。过山车已经130公里每小时的冲上 Top Hat， 整个坡顶都是满满的漂浮失重。然而这不过是个开胃菜。冲下 Top Hat 之后，列车以全速通过零重力翻滚，一个全世界速度最快的翻滚元素，在体感完全漂浮的同时，还带着高速扭转的快感。经过一系列经典元素伊曼翻转，过山车最后以2个大腿粉碎机一般的猛烈抛射失重，结束了短短40秒疾风骤雨般的旅途。冲上云霄在整体元素衔接上相当紧凑，丝毫不给游客喘息的机会，是一台集玩家的设备。对于一般游客而言，可能显得有些用力过猛，但这些都不能掩盖冲上云霄在体感上国内王者的地位。